在这种世道你还敢结婚那结婚之后你还敢生好来就直接你去看房子头期款政府直接无息出给你就是这样帮你出头期款啦，你之后继续还贷款就好。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就造成说其他也不会去看太贵的房子，因为太贵的房子他自己背不起来，以后的贷款背不起来，所以就这样头期款有人帮忙出了，那就没什么问题啊那就买房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我个人认为就会让生小孩的意愿变高。当然政策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我们就继续看看，我只是在那边嘴炮而已就是买房的压力啦跟花销啦如果政府出手兜底的话，那应该是没问题了。先聊时事生小孩就送房子可以刺激生育率吗？先说结论，如果以日韩的经验来看，让小夫妻有房子住的确可以刺激生育，就是说有答案了，要看要不要抄这样。我们的政府也可以考虑看看。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失业率6都最低，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生小孩送房子可以吗？这次来讲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北韩狂推多胎新闻催生。北韩不是南韩北韩5胞胎名字藏玄机，3胎家庭送新房缩工时，就很狂很夸张啊。北韩它也有那个劳动力缺口的问题他们应该不会叫少子化，他们应该还是想办法扩充自己的国民的人数。北韩最近在高调的宣传国内首次出现5胞胎跟3胞胎诞生的消息，就是如果你家有3胞胎出生，你就会上北韩的新闻接受荣誉这样。那目的当然就是鼓励生育嘛。另外根据联合国推估2024年北韩的合计生育率为 1.78， 远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 2.07， 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就是将来的国民会越来越少，士兵会越来越少的问题，连北韩都有，对不对？预计从2034年起人口将开始减少，这个速度是比台湾还慢的，因为台湾是2020年就进入人口负成长的阶段，也就是人家讲的什么生不如死啊。然后金正恩为了要鼓励生育，也推出了很多项奖励措施，像是国家饲养1万多头羊，每天免费提供羊奶，新建托育建设，3胎以上家庭可以分配新房，就是你生3个政府就让你住在国家盖的新房子这样，并且会根据子女的人数去发放补助金。另外在2024年的时候更进一步的修改育儿政策，就你养2个8岁以下小朋友的母亲缩短工时，增加有薪假、育婴假的福利。然后也有一些很奇怪的法律来控制家庭结构的变化，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来，第一个禁止离婚跟禁止堕胎如果你在北韩然后堕胎的话，应该会被直接送劳改营，这样很夸张命运都不能自己决定就对了。然后你要知道日韩的生育补贴也跟房子有关然后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个日韩的生育补贴它跟房地产是有关系的先讲日本，日本明年要实施儿童育儿支援金，就是全日本有加入公保的人要拨出收入的0.2% 出来补贴给政府的育儿津贴，就是你没有小孩的话你就是要出钱帮人家养小孩，帮有生的人养小孩就这样。也有人说这个叫什么单身税，社会住宅优先会给有小孩的家庭。再来是南韩南韩的政策也是蛮凶猛的首先是全薪育婴假延长，全薪可以领到6个月的全薪。对比一下，我讲一下台湾的制度，这个也是我问我朋友才知道就是台湾也有6个月的育婴假补助但是它补助的金额差很多。如果你是劳工的话，它是给你劳保投保金额的80%薪，如果你是公务员的话，就是本俸的80%。那这边就有台湾自己的问题啦先说劳保，大家中小企业为了谋求发展，大概都在保最低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给你80%薪？有但是就是那个保最低的80%薪，所以变成说又帮不上忙了。那因为现在有很多有能力去生小孩的人其实他的薪资早就超过劳保的门槛所以他算一算，他补助能领到的钱就会怎样？就会比他正常去上班领到的钱还要差非常的多
所以这变相逼迫大家赶快回去上班。那你叫他生第二个，我跟你讲他不要，你知道。然后再来是公务员，公务员就是本俸的80%。那像我朋友领5-6万，但他本俸是多少？2万多啊。对啊，他本来也想生小孩啊，然后育婴假啊、休息什么的但是算一算，这个有点硬啊。光月子中心就20几万啊。月子中心为什么一定要去住这个也是台湾的经典的吵架题目啊。改天再来吵今天先讲这个补助的部分。然后他想一想，他就不生了，这样你知道所以我是蛮支持韩国的这种做法。你之前拿多少钱，就是直接要补贴权限这个是政府补不是说企业要补。至于对于一般上班族来说，如果是执行这种方式，那当然 OK 啊，对不对？赶快去找个工作上，然后赶快怀孕，赶快生小孩，然后这是卡国家的油，跟公司自己的竞争力没什么关系公司就不太会需要担心说，什么大家都拼命先来面试，面试上来以后，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去怀孕什么很麻烦的。那再来就是社宅社宅就是你有生小朋友，他就给你租金补贴这样这个是地方政府推动的政策地方政府所以你在高雄你是高雄市政府你在嘉义你就是嘉义的县政府嘉义是市政府还是县政府？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这样。好，例如首尔是你有生小孩，你就可以住社宅20年，然后20年以后有机会用20%的房价把这间房子买下来，就这样。那釜山是生第一个小孩，他就直接补贴你20年的房租，生2个的话，你就可以住一辈子所以他们的生育率有被拉起来。最后你要知道台湾可以怎么借鉴，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台湾该怎么做如果参考的一样是这个东北亚的日韩经验的话，很明显就是可以从房地产这边下手那我认为南韩的政策会比较具有参考性，就是你生小孩，政府怎样给你住社宅，一住几年，住20年，小孩成年这样。那20年以后怎样再说但是这个实施是在台湾是超级困难因为怎样？我之前不是拍过嘛，就是一个社会住宅的3房的比例超级之少。像那个亚湾亚洲新湾区 IKEA 对面的那个智慧公宅的一期，它盖了600多户，3房的户数是12户，然后再扣掉一些关怀户啊，人家要用啊，一些政府政策上要补助的对象，就比方说有一些家暴啊之类的有地方去暂时居住的那大概就用完了所以你要让市民真的享受到这个3房数量实在是太少。反正现在社宅就这样嘛，大概都在盖1房2房，数量很大然后3房真的是一点点那3房我们自己盖的社宅3房的比例还是偏低的，那你要怎么叫人家就住进去，住在套房里面然后生小孩我们在社会住宅社宅3房租金要2万4的那支影片我就讲过这个问题了政府盖社宅的状况就长这样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乱讲真是乱讲就是现在双北30年以上的房子不是超级多吗那是不是政府就可以出台一个政策，如果建商愿意在都更的时候多盖3房的话，政府就给容积奖励，然后其中一部分要拨来做社宅这样。那这同时去解那个嘛新房子越盖越小的题目。例如说你本来的电梯大楼只能盖7楼，就一般华夏，然后看怎么样就给它弄一弄，容积奖励上一上，然后变到10楼，但是其中1层2层你要当社宅来用那就是政府当2房东，直接跟你租20年，然后转租给有小孩子的夫妻这样。这样就有可能会让这些想要生小孩的人有一些选项，而且那是新房子也很不错的那我的想法还是一样，就是说社会住宅政府用这么好的土地又大又方正又在市区市中心蛋黄区里头，这个土地有更多更好的用途，不一定是盖社宅。社宅是怎么样？社宅是跟民间要然后政府直接去租就可以了，那就弹性很多3房我们现在缺3房是不是？好来大家开会，开完会之后接下来3个月忙起来都跟民间去谈3房就对了4房有4房的需求好，那接下来我们就2个人安排去专门去谈4房的物件，就这样啊。我举个例子那个新板特区板桥新板特区就很热闹，就板桥高铁站那边那边旁边也会有那个社宅的计划，那么精华的土地你盖社会住宅，
那个只是就是这会吵架的啦。我有抽到我就高人一等我没抽到就是政府怎么样。那一块土地那么大那可以做什么利用？就像我说的，你可以去做很多公益的东西老人的长照托婴之类的全台最大托婴之类。好，那你附近你要设展，你跟旁边要嘛？那个板桥车站那边它前后都有超多的劳公寓，超级多，爆干多你就跟他们要嘛，然后看怎么谈，然后直接政府跟他租房子很烂要修要改，就政府去处理，就来做个包租代管。租金可以很便宜都没有关系，你要拿到市场行情的5折6折都可以那些老房东都蛮没差，尤其是继承来他们都要卖就是这样所以社会住宅民间就一堆空屋一大堆那干嘛还要自己盖我真的是这样子想的。还是说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可以底下讨论一下。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哪一种房地产的方案能够有效的去提高生育率呢？欢迎留言跟大家一起吵架生小孩就补贴200万的头期款，比多一个小孩多一个首购贷款80%名额。C 有生小孩就解锁新青安不能出租的限制你看这3个选项都不是乱讲乱搞这个都是实实在在在市场中的需求选吧。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在做这一集的什么育儿补贴反正就是要解少子化的题目就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当然看那个日韩嘛也有做到其他国家的题目。这个不是说只是台湾或东北亚的问题，是全世界都有。好，然后有看到一个匈牙利匈牙利蛮屌的真是很厉害这个在台湾推不起来那如果能推得起来的话就真的少子化可能以后统计就会这样就是那突一个起来就被这个政策全部拉起来为什么？因为真的是手笔真是太大方了。匈牙利我也没去过，我只是听过而已。来，匈牙利40岁以下首次结婚的女性可以申请1000万匈牙利福林，福林是他们的钱那换成台币是108万的无息贷款。40岁以下，你要是首次结婚你不要结了又离了又结这种。你只要是首次结婚，申请1000万匈牙利福林台币就108万，是无息的贷款钱借你用那生2个
就免除该贷款1/3的还款额，它已经无息了你生2个，那就把你的债务就直接这样子打7折，生3个贷款不是再打7折，是生3个这笔钱就不用还了，生4个终身免缴所得税。我靠！所以撒钱政策大家都很专业，好不好？这不是说我们台湾在撒钱，大家都在撒就这样，就给你一笔大钱，你说108万。这怎么敢生？那是在匈牙利，好不好？不是在台湾的这种生活花销月子中心。匈牙利他们很好用了，生4个终身免缴所得税，然后生3个就贷款可以全部就免还养小孩的压力是一回事政府也知道有压力啊，那就给你钱就这样，这么的直白。那台湾如果推行来靠这个制度的话，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说生小孩就补贴头期款的话，会因为你台湾就还是要拿钱嘛，拿钱之后要去干嘛？炒股票或是干嘛？那是另一回事。但是绝大部分还会流入房地产嘛。那如果台湾推的话，是不是就直接来个辩题，叫做在这种世道你还敢结婚那结婚之后你还敢生好来就直接你去看房子头期款政府直接无息出给你就是这样，帮你出头期款你之后继续还贷款就好。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就造成说。其实他也不会去看太贵的房子，因为太贵的房子他自己背不起来，以后的贷款背不起来，所以就这样，头期款有人帮忙出了，那就没什么问题那就买房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我个人认为就会让生小孩的意愿变高。当然政策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我们就继续看看，我只是在那边嘴炮而已就是买房的压力啦跟花销啦如果政府出手兜底的话，那应该是没问题了。先不用管台湾有没有裁员我跟你讲，就是有嘛。如果没有裁员的话，怎么会做到普发1万呢？这很多呢然后那个如果没有裁员的话，怎么会念大学的学费补助1个学期3万块呢？这都补助呢，这都就是有钱那我们现在要来就这个少子化的题目，都可以讨论而且还有一个很猛烈的裁员当然，现在这个裁员未来就被政府亲手掐灭了就房地合一税嘛，受配单位内政部、卫生福利部卫福部。内政部去做社会住宅，然后卫福部去解长照然后少子化办公室是放在卫福部的呢，所以他们都是房地合一税的受配单位呢，所以我不是乱讲话，就是我们的裁员房地合一税现状叫做全部拿去盖社会住宅，是不是很奇怪？就可以来做一些这个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会理想很多，会造就我们台湾的国民会持续减少没错，但是不要减少那么快嘛。加减维持一下，多个10年、15年的竞争力嘛，这样子我们跟日本、跟韩国、跟新加坡比，我们就是强很多了。大概就是这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
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